什么样的领导人会踩到中国的红线，让对岸评论家纷纷发言攻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过去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且主张增加国防预算，还有修宪，这些立场为什么会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这一集让我们来了解这位被称之为女版安倍晋三又争议不断的政治人物，为何能在日本政坛崛起？过去抗中亲台的高市早苗当上首相之后，亲台的路线又能走多远？如果喜欢我们的人物故事，欢迎你现在就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在高市早苗正式当上首相之前，中国媒体便发出多篇报道，批评他立场右倾，网络上也出现批评他是极右翼、反中首相的声浪。到底高市早苗踩到中国的哪些红线，让中国对他这么感冒呢？我们可以从对台湾态度、领土争议，还有二战历史这3个方面来找出答案。相对于其他的日本政治人物，高市早苗真的有比较亲台吗？其实，在今年4月访台之前，高市跟台湾的互动并不多，不能算是知台派。但是高市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明确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像是在安倍晋三遭枪击去世之后，高市就表示会继承安倍的遗志，更进一步强化日台关系。在他今年宣布参選自民党总裁的記者会上，高市也明确地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しかしながらお互いの安全を守るために、まさに台湾有事、日本有事、これは間違いないです。台湾が本当にこの戦闘状態に入るという形の有事になった場合、与那国との距離が110キロですから、想像すると東京から熱海の間ぐらいに他国の戦艦が展開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れは日本にとっても有事でございます。除了对台湾的友善态度大踩中国痛点之外，高市主张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台列屿，应该毫无争议的属于日本领土，而且多次在国会质询当中要求政府要常态巡航。要知道，中国跟日本之间历年来只要碰触到钓鱼台的主权问题，就会闹得很不愉快。尤其在2012年，日本宣布以购买土地的方式将钓鱼台列屿收归国有之后，中日关系便进入了冷淡期。在领土问题上强硬的高市，现在又成为首相，中国方面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不过，对台态度、领土争议这类议题本来就属于中国的红线，对岸会反应激烈，其实并不意外。但高市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提倡修宪、修正历史的主张，这种感觉属于内政的问题，为什么也会激怒中国呢？这就要先从中国跟日本之间在2战结下的恩怨情仇开始说起。日本身为2战的侵略国，对中国带来历史上难以抹灭的伤害。除了在南京大屠杀杀害了超过30万名平民跟士兵，恶名昭彰的731部队更在中国东北进行残忍的人体实验。根据中国学者苏志良的研究，整个2次大战期间，中国更有约20万名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对于中国的受害者来说，日本犯下的这些罪行，再多的道歉跟赔偿都没有办法真正补偿他们受到的伤害。而更让他们火大的是，日本政府到现在对过去犯下的错误还是抱持着轻描淡写，甚至是否认的态度。甚至2战当中的众多战犯还可以在靖国神社被当作英雄一般祭祀。高市早苗还曾经发表言论，认为日本的历史教育过于自虐，应该要教导孩童以自豪的态度面对历史。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参拜靖国神社只是表达对英灵的尊敬，但是对中国这些遭到侵略的国家来说，去参拜祭祀2战战犯的神社，看起来就像是对2战的悲剧毫无悔意。修改宪法让日本合法拥有自卫队，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让日本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但对于周边国家来说，却会让他们回忆起被日本攻击的历史。于是，当高市早苗成为首相的时候，中国的社群上才会出现一面倒的负评，甚至还有期待高市犯错落下把柄，乐见中日关系因此恶化的言论。中国学界也流露出一股看衰高市的情绪，认为高市虽然从政多年，但是要带领朝小野大的弱势政府应对众多挑战，能不能撑过1年都还是未知数。那么摆在高市面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难题，让他才刚当上首相就一直被唱衰呢？高市
早苗所属的自民党继去年年底在众议院选举惨败，议员席次从247席大幅下降到191席之后，今年7月在参议院改选再次失利，获得席次比选举前减少13席，让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面临在国会两院都失去多数的朝小野大局面。相较于自民党的势力消退，2020年才创立的极右翼政党参政党，在参议院的席次却大幅成长，从1席成长到15席，代表参政党提出的日本人优先、反对移民主张，还有减少消费税、增加儿童补贴等政策，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但是日本人优先这个听起来很川普的口号，为什么能够吸引选民呢？日本也跟欧洲很多国家一样，转向反对移民的右翼浪潮吗？其实日本的外国人问题并不是选民心中真正的痛点，常年的经济不振才是让选民投票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关键原因。这也是高市上任之后的最大挑战。从1980年代后半开始，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全球金融风暴、3.11大地震跟海啸，还有新冠疫情等一连串的打击。失落的10年变成失落的30年，政府就算下猛药，用长时间的负利率来刺激经济，民众也只有越存钱越赔钱，日元还越贬越低的无力感。30多年前的日本制造称霸全球的骄傲，感觉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日本这个曾经的第2大经济体，现在的经济实力不但输给中国跟德国，还即将被印度超车。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之下，日本政府观光立国的政策又带来数千万的观光客。这些外国观光客靠着便宜的日元，在日本享受着本国人花费不起的行程，还打扰居民的生活，甚至出现为了拍富士山而阻碍交通，或是在神社门口的柱子上涂鸦等失控行为。另一方面，2020年底的时候，日本的外籍居民人数大约有289万人，但是到了2024年底，人数却达到接近377万人的新高，5年之内就增加了大约88万名外国居民。移民人数的明显增长，让生活深受通膨影响的日本人担心，这些外来者会瓜分他们的资源，让日子更不好过。虽然政府曾经出面澄清，外国人并没有抢走日本人的福利，但是日本经济不佳的现实，还有对外国人涌入的不满，让人民更容易把物价跟犯罪率上涨都怪到这些外来者头上。这也是日本选民在今年的参议院选举会转向主张反移民的参政党的原因。为了回应选民对改善经济的期望，高市在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也明确地表达他的决心。日本はまだまだふんだんにある。日本にまだまだふんだんにある。成長のスイッチをみんな入れて、経済が音を立てて動き出すように一気に仕掛けてまいります。それが王道だと考えてます。で、それこそが多くの国民の皆様に夢と希望を与える道だと確信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可是高市早苗过去在党内并不是主流派，不太可能光靠宣示政策就让党员决定投给他。那是什么样的特质让高市可以得到党员的信任，成为总裁，甚至在他当上首相之后，民众对他也有一定的信任度跟支持呢？高市早苗常被形容是一位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他出生在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平凡家庭里，小时候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书法老师。相较于许多来自政治世家的国会议员，是很特别的存在。高市与众不同的地方还不只有背景哦，学生时代的她还是一个叛逆少女，高中时期常违反校规，还曾经是骑重机上学的暴走族。或许是因为没有家世背景的束缚，让高市可以自由地去培养兴趣，像是在大学时期，他加入重金属乐团担任鼓手。据说他常常因为演奏太过激动而打断鼓棒，所以养成了随身携带备用鼓棒的习惯。高市对重金属音乐的热爱也一直持续到现在。当他觉得有压力的时候，打鼓仍然是他抒发的方式之一。但是这位叛逆少女为什么会走上从政之路呢？这跟1980年代的美日关系有关。
当时的日本不只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更在钢铁、汽车、半导体等产业全面崛起，让原本在各产业都占据领导地位的美国，深深地感到地位被威胁，于是用贸易战、高额关税等方式来打压日本。不过，在同一时期，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逆差其实跟日本差不多。为什么美国人并没有仇视加拿大，而是把攻击目标对准了日本呢？高市正是因为这个疑问，决定到时任美国众议员施罗德的办公室工作，来了解美国究竟是怎么看待日本。在美国的时候，高市发现日本、中国、韩国这些亚洲国家，在美国人眼中其实看不出差别。他因此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除非日本能够自我防卫，否则会被对日本缺乏理解的美国舆论所左右。面对这种国家层级的问题，高市可以做些什么呢？他想到他的恩师，也是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拥有国家经营的理念是最为重要的。于是高市决定要以立法者的身份来协助日本面对这些挑战，并在1993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开始了他的从政之路。虽然年轻女性的身份让高市遭到小女孩去国会能干什么的冷言冷语，但是他认为身为国民的代表，不论性别都应该把国民跟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高市一次次的参选，利用立法者的身份来推动政策，他的参选成绩也很辉煌，12次参选只有2次落选，并且在党内建立起直言不讳的形象。在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里面，高市早苗算是一个异类跟孤鸟。他奉行读书比吃饭重要的原则，不爱参加应酬社交，也没有在党内组成自己的小团体，或是加入任何一个派阀。但是这样的一位边缘人，却因为跟安倍晋三有着相似的保守主义理念，因此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为2人理念的契合，让安倍2次担任首相的时候都邀请高市加入内阁，担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这个职位是为了解决政府在特定时期想要关注处理的问题而设立。高市曾经负责的范围包括了食安、少子化、创新等等领域。高市还曾经担任总务大臣，这个职位相当于内政部长。她不但是第1位女性总务大臣，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高市能言善道，而且好辩论，因此在民众心中建立了不屈不挠的形象。ここからは国家国民のため全力で変化を恐れず果敢に働いてまいります。そのための内閣を本日作り上げました。国家国民のため結果を出していく、強い日本を作るため絶対に諦めない。そう決意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当高市这一次参加总裁选举，挑战首相大位的时候，他所推出的经济、外交等等的政策，让他被视为安倍路线的接班人。以外交政策来举例，高市曾经表示会延续安倍的印太战略，也就是横跨太平洋跟印度洋，将所有追求自由、开放的国家团结在一起，让亚洲不再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高市还认为，在目前多变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台湾、澳洲、印度跟欧洲各国，这些拥有自由民主理念的国家，应该要变成类似准军事同盟的关系，才能互相保卫安全。这些跟安倍相近的政策，还有对外强硬的主张，都是高市能够赢得党员支持，还有民众好感的原因。因为当面对俄国、中国、北韩威胁感逐渐提高的国际情势，日本国内对于强大日本的渴望也就越来越强烈。可以说，在日本对内经济不振，对外面对动荡国际情势的局面之下，高市就成为了人民心中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首相人选。但是过去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的高市，在当上首相之后，已经表态今年不会参拜。过去对中国强硬的立场，似乎因为身份的不同，已经有点软化。现在的国际情势跟安倍担任首相的时代也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还能期待被称为女版安倍的高市早苗，在首相的位置上继续走抗中友台的路线吗？高市早苗上任之后，最受瞩目的外交大事就是10月底跟川普的会面。在外界看来，高市在这一场会面当中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接待川普，不但大大肯定川普推动泰检以巴停火的努力，还表示会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除了口头赞美之外，高市也用实际行动来向川普表达日本将会跟美国密切合作的决心。因此，在川普一直很在意的防卫预算方面，日本原先预定在2027年达成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2%的目标，高市则是承诺会提前达标。至于美日在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高市跟川普会面之后，共同签署了关税履行协议跟稀土合作文件。日方也公布规模将近4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12兆台币的对美投资清单，进一步表现合作诚意。But the cherished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entire world. Really,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Born out of the ashes of a terrible war, our bond has grown over 8 decades into the beautiful friendship that we have. It's a foundation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从川普的反应看起来，高市展现的积极态度确实对日美同盟的坚固程度带来了加分的效果。川普不但赞美高市可能会成为日本史上最优秀的首相之一，还向高市承诺，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或日本需要支援，他都会随时回应。但是跟美国初步打好关系，不代表高市就可以高枕无忧。虽然强化日美同盟是高市一贯的立场，然而当日本跟美国更多在 AI、晶片、技术等方面互相投资跟合作的时候，日本会不会短期之内关税得到豁免，但长期来看却在这些关键产业失去更多自主性，仍然是高市需要谨慎拿捏界限的地方。另一方面，日本跟美国在国防持续深化合作，虽然可以强化对中国战略制衡的力量，却也会让中国对日本的戒心增加。因此，过去对中强硬的高市上任之后也表达中国是重要邻国，在10月底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当中，更是积极安排与习近平的会面，并当面传达要跟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也就是搁置历史问题，在经济跟国际事务上追求实际利益。除了美国、中国2个大国之外，高市也参加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峰会，希望以安倍当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为基础，加强日本跟东南亚各国在经济还有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根据 BBC 的报道，从这些外交接触看起来，几乎可以确定高市会延续安倍路线，但这个路线并非反中，而是将地缘政治的重心从中国转向东协、美国、印度等其他国家，希望多极化的国际形势能够降低中国的影响力，也提升日本跟盟友的战略自主性。不过，目前高市眼前最大的难题仍然是政权不稳的隐忧。虽然在野党日本维新会最终决定加入自民党的执政联盟，但是高市的政府仍然在国会面临朝小野大的现实。而且维新会虽然跟自民党结盟，却没有任何成员加入高市的内阁，保留了随时脱离执政联盟的可能性。在有限的时间内，高市如果不能针对人民最在意的经济问题，端出让大众有感的施政成果，并在解散国会后的下次大选带领执政联盟赢得多数席次的话，他的任期也很难走得长远，也就很难在外交上带领日本发挥更多影响力。身为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能不能靠政绩稳住政权，带领日本在安倍路线的基础上走出一条让日本强大的路，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同时，高市虽然对台湾抱持友善的态度，甚至在 APEC 峰会当中，除了跟习近平会面，也跟台湾代表见面及谈话。但是在美中继续对抗的情境之下，他如何努力维持台海稳定，让视台湾为珍贵朋友的表达不只是一句口号，还有待继续观察。国际大人物，我们下集见。最后分享一件高市早苗的趣事。高市的政治立场呢是偏保守派，认为夫妻婚后应该要使用同样的姓氏，因此反对修改夫妻同姓制。但有趣的是，高市本人用的却是娘家的姓氏。在他的例子里面，夫妻同姓是靠着丈夫改姓高市来达成的。最后，欢迎大家用子涵跟你说这个 hashtag 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也欢迎继续许愿想看的人物故事哦。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还不错，也请分享影片、订阅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最后要特别感谢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有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